2个炒面1壶茶。据你所知，市面上这种开烤肉店的，它的失败率高不高？高。大概你感觉就是现在这2年开的话，失败率更高，在60%左右吧，失败。那最起码一半都要失败。对，一半的要多。现在。那你这家店目前它的人均大概是多少？人均晚上的话要800块钱吧。现在都说经济下行，你人均800块的还能开得很好吗？总有上海总有一部分来吃这个人均800的东西嘛。大家好，今天呢要带大家走进上海长宁区汇聚商场里一家看似普通，却藏着不普通故事的日料烤肉店。为什么说不普通？因为他的老板是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却靠着20多年打拼，从厨房学徒一路做到拥有多家连锁店的千万富翁。你没听错，在人人都喊开餐厅难的上海，他不仅活下来了，还活成了行业里的狠角色。那我今天呢，就挑了一家他最具代表性的门店，记录一下在上海一家成功的日本烤肉店真实的生存状态，以及一个人逆风翻盘的故事。
起肉啊，它出了肉泡嘞。它现在不切，它只是把边角给它修一修。来看一下他们的包厢是长什么样子的。这个包厢还挺大的，能坐6个人。它虽然是榻榻米的形式，但实际上是脚是完全可以，像座椅一样坐着的，并不是把脚蜷起来的。这下面还可以直接把脚伸下去的。窗户还可以打开，看到外面的景色。这是一个小包房，可以坐4个人。2个茶杯一壶茶。要用餐吗？这是要给客户烤好之后端上去吗？对，定时的话就是给客人烤好、哦摆好，直接端上去。如果是单点的话，就是在客人的桌子上烤。哦，会有人帮顾客专门烤肉的。是的，如果他单点的话，在桌子上的话，我们会有同事专门去给他烤。如果他要谈事情的话，让我们烤好上，我们就是把肉端过去给他看了，在这个地方烤好，用保温炉给他送过去的。牛老板你好，你好，现在
在大环境，我们一直说啊，这个经济有点下行，然后餐饮的话，现在在上海来讲，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那你作为一个比较成功的餐饮老板，你目前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整个市场？这个东西暂时又不好说，反正有相比之下，一边店还是有好的有坏的。就好的店没有以前多了。对吧？就是往后做呢，有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想进入的会越来越难了，门槛越来越高了。餐饮也不是那么容易做了嘛，你毕竟得懂头，对吧？懂厨师呀、管理啊，什么都得懂啊，对吧？没有以前容易，以前开个店基本上就能成功，现在开个店基本上都是亏。那为什么你还能赚钱呢？你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能成功呢？我是感觉了，我一是时代走得好，二我一直就在这个行业做嘛。我本身以前做主厨，做料理长，就等于做有8年了嘛。你是几岁入行的？16岁嘛。你是未成年就入行了？16岁在中国法定是成年的。就是所以你在这一行就是一直在积累经验。对，就是一直在这个日式烧肉行业一直在做嘛。对吧？在整个上海，从日料的发展，从一灯家到海之星，到最后这些好多家，我们一直就在全见证了。全见证了，对。那你自己本人开第一家店是什么时候？17年嘛。17年。对，那17年是我自己大股东的时候开的，我以前还给人家合伙开过。合伙是15年、16年就有这个经验了，那时候占25%嘛店。所以17年那家店你是大股东，对，你主导的这家。对。这家店成功了吗？还算成功吧。那时候小2万多的房租嘛，好的时候能做个30-40万，对吧？总共就6张台子，坐满20几个人。所以就是第一家店就成功了。对，第一家、第二家店还都是比较好的。那现在有很多人他也想进入餐饮行业，如果说你要给人家一个建议的话，你给什么建议？不要开。不要开，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你假如突然进入一个行业，你没有基底的话，你要去找人，这个成本，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呀，对吧？你去找人要能还你还受这个人的控制，因为现在人太聪明了，他不愿意被你控制嘛。不能说不愿意被，就是他不愿意会老老实实，你一定要给他情绪价值满足、金钱满足，到时候你自己都满足不了自己了，只能满足他人了。会不会？会，就是管理人现在很难，是吗？对。那你管理人你有什么秘诀吗？我们现在还是人性化管理，跟日本小店的管理模式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也有80-90号员工了，那我们管理还是不打卡的，就来了自由去来，不打卡，不做考勤的。还是靠你自觉性来做这个问题的。会不会有一些特别员工不是很守规矩的有？那些没有办法嘛，你要在做的时候，因为咱本身就不是专业的或者酒店式的或者打卡制的公司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你没有办法避免不了，还是靠员工自己的自觉性，对吧？因为每个人管理不一样，有的人是打卡上了，所有东西说1是1，说2是2，有的说的不是。那你这家店目前它的人均大概是多少？人均晚上的话要800块钱吧。现在都说经济下行，你人均800块的还能开得很好吗？总有上海总有一部分来吃这个人均800的东西嘛。因为东西好，你做人均800的话，食材所有东西会好嘛。因为在上海最不亏的就是你做人均800也好，你或者做人均1000也好，那你的食材都会跟得上。就是你有可能上三亚，我去上三亚去那个龙宫去吃了一顿海鲜，我花了1700块钱，我感觉到不值。到上海我800块钱我吃了同类品质的。那上海这个大都市，所有的人对这个产品所有的东西认可度都高了，他吃800他就感觉到肯定是值800块钱，对吧？上海相比之下就是坑人的比较少了，这个食材就是这个食材，就是这个段位有好多人去吃它了。就是他付了800块钱，我给他的东西是完全值800块钱，甚至超过800块钱。对。所以这样可能有回头客，有一部分忠实的粉丝。对，这个你能做得长久嘛？因为以前的日本料理在整个上海，你看伊藤家、海之星也说，以前的老的没有做长久，为什么都被洪流给淘汰了？那我们这今年也做琼统还有万牛也做了9年了。那相比之下，我们还是回头客比较多，做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在整个上海，我有可能干不过日式的几家公司，不过我们做烤肉，在整个上海也能说到日式也能排得上的嘛。知道吗？现在上海的日式烤肉店，它竞争激烈吗？激烈，因为所有人都感觉到烤肉太好做，所有人都会开一家烤肉店，感觉到随便弄一弄，找个炭火搁上面一烤就行了。但据你所知，市面上这种开烤肉店的，它的失败率高不高？高。大概你感觉就是现在这2年开的话，失败率更高，在60%左右吧，失败。那最起码1半多要失败。对，一半的要多，现在，对吧？有可能说的不止，今年再开更难开。你目前在上海有几家店？我们现在有7家嘛。有7家店。对。你感觉压力大吗？现在作为一个经营者来讲？还好吧，看命吧。心态已经好了。你是不是抗压性特别强的那种？还行。今天的探访呢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留言支持。我们下个视频见吧，拜拜。